群立即觐见。奴婢李氏拜见陛下、皇后，愿陛下圣安，皇后金安，也向众位姐姐问安。起来吧。果然清丽大方，识得礼数。若论大方得体，属皇后第一。你们要多向皇后学习。臣妾定遵陛下旨意，不负皇后教诲。奴婢初入皇宫，蒙昧无知，求皇后多加指教，奴婢必遵懿旨。礼记应如何安排，就交由皇后决定。臣妾愿听陛下圣意。不知皇后以为封为夫人如何？李姬如此清丽可人，谦逊守礼，深得君心，的确配得上夫人之号。只是一入宫便封夫人，暂无先例。李姬，若让你先为佳人子，可会失望？是有点失望，但奴婢蒙圣恩而入宫，已觉无限尊荣，又岂敢奢求其他？先为佳人子，让奴婢侍奉皇后，与各位姐姐学习宫礼，也是应该的。若去照顾先帝太妃的日常起居，又如何？奴婢谨遵皇后吩咐，照顾太妃之余，若许我在宣太后的殿中结臣除秽，以尽孝道，那就更好了。为什么？汉室不是以孝先行吗？可照顾太妃、打扫太后宫殿，就见不到皇上了。那也只能如此。既入宫，就应以宫中规矩、帝后心意为依归。能否得恩宠，只凭圣恩眷顾，不能强求。既然如此，李姬听封。还不下跪听封？李姬真意恭俭，纯孝谦让，按皇上旨意，封为李夫人。还不快谢皇后恩典！谢皇后，臣妾日后定谨遵皇后教诲，恭谦而行，安分守己。既封了夫人，就等皇后赐殿于你吧。臣妾不敢奢望。自你方才入殿，本宫总觉得这殿中暗香浮动，不如就赐披香殿吧。好，披香殿好。谢陛下和皇后圣恩。起来吧。正妃日后要多照顾初入宫的李夫人，大家和睦相处，相互照应，一同侍奉皇上。诺。朕之前还颇为忧虑，不知待你入宫是福是祸。但既然上苍都如此安排，看来朕的决定不会错。子父，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。
朕在外面，每个清静的夜晚，只要看这片浩瀚的星空，就会念起你。子夫，你知道吗？朕第一次看见你的眼，就觉得里面藏着星海，闪耀生辉。想什么？如此入神。陛下，别多礼了。这么晚了，陛下怎么来了？皇后的寝宫，朕不能来吗？可今日是李夫人。怎么了？以为朕一定会在披香殿吗？陛下心怀万千，子夫难揣圣意。今夜星空灿烂，朕的心意是想与皇后去前庭观星赏月，不枉此良夜。只怕这春夜乍暖还寒。不会，很暖。承陛下宠爱，子夫很知足。你真不介怀？介怀什么？朕本去探望姐姐，却一时心情与李姬。其实朕当晚失口允诺封她为夫人，回宫的路上就一直想着该如何向你开口，怕你为难。陛下说要封她为夫人，臣妾已猜到几分，臣妾并不介怀，倒是怕其他姐妹心有不甘。幸好李姬谦卑得体，方才臣妾几个提问，她对答间尽见意范，可睹悠悠众口。于陛下，于李姬，都好。来，子夫总是凡事为朕想得周到，让朕心更难安，怕委屈你。谁为图苦，其甘如饑。燕儿新欢，如兄如弟。你是怕朕与李姬如胶似漆，不理旧人。你辛苦，就连苦菜都不觉苦。但看到夫君开怀，臣妾心安；得到夫君关怀，臣妾心宽。做陛下的皇后，臣妾不只会大方接纳，也会告诫其他嫔妃，与李夫人和平相处。今日朕携李姬从御河入宫，望着两岸的风景，你可知朕眼前浮现的是什么？全都是当年与你乘御船入宫的情景。你那时好奇又兴奋地指着交房殿问朕，那座漂亮的焦红色宫殿是什么？如今臣妾已在此殿中，只是时光如水，转眼多年。陛下竟将一切记得这么真切。待你入宫的情景，朕记得；做你北斗星大哥的承诺，朕也记得。恋恋北斗，皎皎此情，长明当空，永生不渝。无论时光流转，景物变迁，朕对子夫的心永远不变。你在朕的心中永远占首位。臣妾知道，一切都不会变。那个皇后，果然深得皇上之心。在殿上，皇上处处给她留面子。夫人一进宫就获册封，谁人能及啊？论姿色、年纪、舞技、音律、琴艺，夫人你可都是后宫第一人呐。那倒是。不过最重要的是，皇上已被我的肌肤之香深深迷住了。当夜，我只不过稍展媚功，他就答应封夫人赐宫殿，还赐给我各式上好的用品。这代表夫人已在宫中扎稳脚跟，独得帝宠。只要再生个皇子，管他是皇后还是太子，夫人都不用怕了。义父说过，对方盛世力强，我们一定要谦卑以对，不可太过嚣张。以前的艰辛苦练，不可功亏一篑。我要得到我的荣华富贵，
以后就更要听义父的话，勤加练武，以美貌、体香、舞姿笼住帝心。外媚修身，内媚修神，玉手绕春，兰指轻弹，清香暗出，幻化无形。若不是我练出这奇香，教他这绝招，他又怎么能一出手就迷倒皇上？再清淡些，清幽而迷惑才好。当日踏遍各地乡县，好不容易寻得了这位天资过人又能歌善舞的女子，收为义女，勤加训练。如今不枉我多年来的心思。这次还要多亏我的媚术，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呀！我日以继夜授她绝技，处心积虑，养其风姿，等的就是这一日。这次真是天时难挡啊！要不是平阳公主要回长安，还不知道等到何时才能献美呢。不过，你怎么就能料定她会献里姬给皇上呢？哼，一个命揣的女人，不顾忌重施，再来一个上仪承宠，笼络弟弟，还能如何？恰好的是，他在途中又巧遇你的义女。也算里姬争气，在平阳公主面前稍显身手，就被一眼挑中。平阳府既出了一个皇后，就是一块宝地，这样地利也在我手中。这个时候，我秘制的香粉和令他体内吐香的天香丸就派上用场了。那个皇上啊，被迷得神魂颠倒呢。加之最近大将军府移宫进进出出，看来那个卫青也是大限将至。又到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只要卫青一死，卫氏一族清败，我就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了。时势利我，哼，我就不信我顺势而为，借势而上，还扳不倒那个妖女皇后，让狗皇帝痛不欲生。你的手法确实娴熟，经你的妙手按压后，朕觉得这肩痛舒缓不少。小人不才，谢陛下夸奖。我义父的手法当然好，臣妾的按压之术也全是义父所教。启禀陛下，议长者求见。哦，传。诺。陛下万安，向李夫人问安。你一来，朕就知道又有口福了。皇后说，陛下近日常常周身酸痛，特命一寒做了这冰湖玉露，呈与陛下品尝，愿能以食疗身。冰湖玉露是橘子粒、荸荠以及雪梨，混入蔗汁，填入局中，在冰室冰过，能开胃解热，还有甘的清香，甘甜可口。好，皇后真是有心。大家最近都为朕的病痛费心呢。这袁叔是李夫人的义父，入宫来帮朕按压，也真有奇效。才按了一会儿，朕的肩痛已经好了不少。议长者也很有心思，所准备的食疗确实适合陛下。你何以知道适合朕呢？小人刚才帮陛下按压之时，感觉到陛下经络不通，陛下该是肝气郁结，胆经不畅，所以近来两肋隐隐作痛，偶有抽搐。
确实如此。而且，应是常觉口苦，口苦因肝气外泄，两肋作痛则因肝胆同源。想必，陛下近日也会烦躁易怒吧？你只是为朕按压一次，便知之甚详，看来也精于医理。一涵，那你的甜点是专为肝郁气滞而做的吧？里面的荸荠、雪梨以及蔗汁全是去肝火之物。橘子也有理气健胃、散结止痛之效。冰冻成雪泥，更能吸附橘子的香气，清凉可口，有助食欲。你与一涵皆精通医理，可其为朕断出疑难杂症。小人曾听说，议长者与刘安登坛舌战，阻刘安迷惑百姓。相对之下，小人所识只是皮毛。李夫人说你医卜星象皆精，果然。那天文也通晓？谈不上通晓，略懂推断眼前现象而已。小人常年观察得知，日旁现光环，必有三更雨。蚂蚁倾巢出，必引风雨至。上次小人就是以此预知有雨。若朕身边能够得到更多的能士辅佐，共抗天灾，大汉必会国祚绵长。但朕更愿天助我大汉万民。陛下有振民之心，天必大助啊！其实小人看来，不待陛下祭天，天已回应善心。此话何解？只因甲子日雷响，必五谷大丰。今日虽是甲子日，可是并未见有雷呀。陛下天子之身，天地万物俱在陛下手中。正如此刻，撼天雷响，震慑未央。好，袁叔，你懂医理经天文，确是其事。朕赐你宗籍，准你自由出入皇宫。一来可与义女常见，二来可为朕按压，缓朕病痛。朕还要你与一涵一起研讨天文，预测天象，齐助朕一臂之力。小人谢陛下，定会尽心为陛下效力。依易叔叔观察，袁叔在殿上一直暗中留意室外风云燕雀动静，应是心中早有计算，而且抓得先机，在撼天雷响之前发话，让皇上以为他是能够测天意的神人。或许选今日入宫也早有预算。若真如此，恐怕李夫人与他同样心机慎重，皇后一定要小心。有一次我与李夫人共奏，她的琴音纵横落逸，复跌繁错，大有弦音相逼之势，与她平时谦让之态截然不同。琴音透露心性，看来她本色也是奋力上爬，显露于众。不过她在人前一直谦恭守礼，从无犯错，本宫也不能单凭猜度而论断，只能以后多加留意。皇后说的是，看来把持后宫的分寸，皇后已拿捏得很好。毕竟我也当了皇后多年，其实这帝前献祭，争得功名利禄，都是人之常情嘛。我们也不宜忖测过甚。但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这父女二人，一个持宗籍自由出入宫闱，一个居于宫中，若要惹事，恐怕后宫首当其冲啊！我只有静观其变。他若贤，我必护；他若诈，我必惩。皇后，徐黎夫人在庭院摔伤了。
皇后驾到！免礼。参见皇后。情况如何？已无大碍，但额上的伤需调理10日。幸好没有摔在石头上，否则性命堪忧啊！好，快去开方煮药吧。诺。姐姐就先在我店里休养，以便我亲自照看。谢皇后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一切都是臣妾的错，都怪我疏忽，在庭院练武时挥动长卷绊倒了姐姐，竟让姐姐受如此重的伤，还求皇后与姐姐原谅。那长卷舞，你一直都收放自如，今日怎会？臣妾这2天只是想练一些新花式献与皇上，谁知练得太专注，没有留意人来人往，恰巧徐黎夫人经过踩在上面，可是我练得太投入，全然不知，谁料一拉长卷，就闻得姐姐摔倒的声音。真不知你是无心之失，还是有意为之。妹妹真的是无心的，还求姐姐原谅，求皇后恕罪。你跳舞时目光流转，怎会不见我走来？我刚一踩上去，你就用力拉扯长卷，将我摔倒，哪有这等巧事啊？但事实确实如此。无论如何，姐姐终究是因为臣妾而受伤。皇后若要罚，臣妾愿领受。的确该罚。徐黎夫人受伤，无论你是有意还是无心，都难辞其咎。看在你有愧疚之意，本宫也会酌情处理，就罚你去知事支部，从初1知到15。要怪就怪你自己，沉不住气，时机未成熟就惹是生非，几乎把自己的本性心计全都显露于人前。但那徐黎夫人实在可恨，总是维护皇后，替皇后压我。我也是一时气愤，才出手教训。那你想要人留下口舌，说你恃宠生骄吗？一切要以大局为重。这几日再怎么吃天香丸，也是白吃。每日都要去知事支部，不但累得头晕眼花，还要假装自责反省。就算一身体香，又如何能得皇上垂注？你怎么样？没什么，就是一想到此事，就觉得头昏心痛。想着要不停向他们低声下气，还要假装谦卑恭顺，我就难受。真希望早点高飞，到时候要拿皇后100倍偿还。放心吧，高飞的日子不远了。难道脉象流利不色止，如盘走珠，是喜脉。喜脉？我怀孕了，我很快就能生个龙翼高飞了。织布，我倒要看看现在是谁给谁织布。我现在就去告诉皇上，凭他什么责罚，全都免了。哎，慢着，知事一定要去，布也一定要织，而且要织得更操劳。皇后驾到！皇后万安。起来吧。你急于求见，有何要事？臣妾想与皇后单独商议。有何密事不能宣知众人？臣妾今日还未用早膳，就前来知事支部了。李夫人既然诚心思过，本宫倍感宽慰。
时时已到，便可离开。可是臣妾在织布时，左右思量，越想越觉得臣妾并无过错。你此话何意？臣妾并非有意伤害徐丽夫人，不过是徐丽夫人自己踩上我的长卷，岂是臣妾所能料？即便是意外，也因你不小心而起。如今徐黎夫人受伤，难道你就全无责任？况且你也说过，甘愿受罚。臣妾是感念徐黎夫人的不幸，才退让一步，自请责罚。但皇后掌六宫，该能明辨是非才是。明知臣妾无辜，怎能无理处罚臣妾？你要求见本宫，到底所为何事？难道就是要用此等歪理巧辩，让本宫免你处罚吗？不是歪理，而是明理之人应当想到，徐黎夫人当时不知闪躲，就应该怀疑是否别有居心，自残以嫁祸于臣妾。如今她受伤，也是各安天命，怎能将所有的怨气都……闭嘴！本宫本也宁信你是无意伤人，只叫你静心自省。但你竟寻衅挑拨，如此态度，只会令本宫更加相信你是有意伤害徐黎夫人。既然如此，本宫就更要严惩不贷。皇后想罚我，只怕日后，皇后你会后悔的。本宫不知道你在弄什么玄虚，可无论如何，你休想在这宫里肆意而行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准再踏出知事半步，直到诚心悔改为止。皇后，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！求皇后放过臣妾，与臣妾腹中的胎儿吧！皇后，我真的没有骗皇后啊！求皇后发发善心，让御医来看看臣妾吧。这可是龙裔呀，大汉的血脉啊！皇后，如此重罚，臣妾真的挨不住啊！皇后，别在此装模作样，起来！求皇后饶了臣妾，饶了我腹中胎儿。快传御医！诺，夫人，你怎么了？夫人，你醒醒啊！夫人。皇上驾到！参见陛下。都免礼了。怎么会突然晕倒？李夫人无碍，是怀了龙液。这可是千真万确。夫人脉象流利不色质，如盘走珠，定是有喜。有身孕了。好啊，你以后就好好休养，需要什么就让白明告诉朕。定要小心身子，别又晕倒了。夫人身子虚弱，不宜再过操劳。还不快去为李夫人准备安胎之药，让她好好补气养身。诺。来。皇后，是臣妾有罪。你这是做什么？皇后，求皇后饶了臣妾吧，不要让臣妾再去知事受罚了。臣妾真的受不住啊！你告诉朕，是怎么回事？皇后命臣妾受罚于知事，没有皇后的命令，不能离开半步。可是，你既然已经有孕，就不用再去知事，好好调养身子，但是也要记住，注意你自己的言行，才可以立德以育儿。可是皇后不是说，即便臣妾怀有龙裔，也一定要受罚吗？本宫何时说过这样的话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当日臣妾因误伤徐黎夫人，自认有过，甘愿受罚。可后来在知事，便觉得恶心难耐，又想到御师迟迟未来，便怕有了身孕。可本宫应你所求去了知事，你并没向本宫提起你有孕之事。臣妾说过，只是皇后不信。皇后还责怪臣妾恃宠生骄，寻借口
逃避责罚，一派胡言，根本就是无中生有。皇后怎可污蔑臣妾？当时臣妾苦苦哀求皇后饶了腹中龙翳，可皇后不但不许，还加倍惩罚。臣妾为人如何，陛下最清楚。陛下认为臣妾是如此狠心之人吗？臣妾也句句真言，绝无半点虚假。若陛下不信的话，可亲自问他们，还有知事的侍女，他们全都听到了。不用问了。今早你求本宫屏退左右，所以已无人可作证。看来，你早已想好做这出戏了吧？臣妾冤枉！冤枉！在知事里，你对本宫狂妄无礼，出言不逊。可本宫方将知事门一打开，你就洒泪众人前，哭诉怀有身孕。皇后，天地良心，皇后怎可冤枉臣妾？臣妾虽然出身低微，但也懂得抱诚守贞，天地可证。求陛下信臣妾。陛下难道信他？臣妾若有半句虚言，诬害皇后，那臣妾愿意干裂肠断，花容尽毁。为了取信于皇上，已经对自己下如此毒誓，这母子连心，你就不怕伤及龙翳吗？若伤及龙翳，臣妾愿百倍受罚。公理自在人心，臣妾无惧无悔。快躺下，来。天下间，竟有你这等颠倒是非之人，本宫竟还让你入了宫，封了夫人。皇后，陛下不信臣妾。皇后认为此事适宜再论此事吗？启禀陛下，皇后见驾。臣妾参见陛下。朕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美食，来，快来尝尝。谢陛下。如何？陛下怎知臣妾最近戒吃辛辣？你的事，朕当然最清楚。以前啊，朕喜欢看你吃醋，但最近你好像是吃多了，腌的呀，就好像这梅子一样。若陛下是指李夫人受罚一事，臣妾自问公正无愧，只想有真相大白一日，不愿被人诬陷。子夫啊，其实你与李夫人只是误会一场。误会？我们二人之话矛盾相悖，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，含糊不得，怎是一句误会便可草草了事？心有猜忌，言语冲撞，当然会有误会了。李夫人为护龙翳，难免会出言不逊，这个她承认了，朕也教训她了。陛下信她。你或许是为了徐黎夫人的伤势忧心，对李夫人生了偏见，朕理解。李夫人已说甘心受罚，转而又因事反悔，难免会引起你的猜疑，令你觉得她是找借口脱罪。陛下之意是说李夫人所言为真，反是臣妾怒火遮掩，没理会她的苦衷。反正事已至此，李夫人又正怀孕，不如为龙翳着想，就让她安心养胎，既往不咎，和气、和乐、和睦，都是皇后一直坚持的。子夫人怀此心志，若为龙翳，此事臣妾可以既往不咎。但李夫人的品行，陛下必须认清。过2日，臣妾就要同陛下出宫振嫔，若无帝后管束，任由她在宫中横行，只怕此行臣妾会一路难安。秦县振嫔之行，朕决定推迟些日子。李夫人最近气血不好，胎相不稳，朕想等一切稳定些，再出发。陛下就没想过，她只是佯装病弱，博陛下同情吗？何况，
镇平之期已经昭告天下，百姓皆翘首以盼陛下圣临。难道陛下要为了一个宠妃，让百姓失望吗？朕都是为了龙毅。皇后自始至终都在说李夫人说谎扮假，何以如此笃定啊？臣妾亲眼见她变脸，人前人后判若两人。其实是她亲身哀求陛下留在身边，陛下又一时心软，答应了她吧。皇后是在逼朕吗？臣妾并无此意。你刚才不是说留她一个人在宫中，她会事事行恶？如今朕推迟朕嫔，正好免你担忧啊。陛下为关怀子嗣，延期出发，骨肉情深，臣妾理解。臣妾不该勉强陛下，就请陛下让臣妾独自前往，将浩荡皇恩带给百姓。皇后一定要独往吗？朕只是说压后行程，你却偏要坚持出发。你就不能像从前一般温柔、体贴于朕？陛下，臣妾本以为这建议可以替陛下分忧，没想到却触怒龙颜。只怪臣妾当初不惧慧眼，错封礼记，误堕圈套。臣妾现在就回宫思过，静待镇嫔之期，依时出发。陛下出宫之后，子夫不能不思之念之，只有将思念化作针线，再用丝线将这疆土一一绣上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朕便要与你踏遍九州，到此图上的每一个角落，亲睹百姓，和乐丰足。那子夫要在这图上绣一个“和”字，贺我大汉天下，和乐丰足。如今大汉天下，多数百姓已经安稳和乐。虽不是每个人都丰衣足食，但已是臣妾该兑现承诺的时候了。在这个图上绣个“和”字，那朕也要兑现承诺，与你踏遍这和乐天下。明月，诺，吩咐善士预备羊羹青鱼。这些都是皇上爱吃的。我先前对皇上的语气确实过重了，奴婢这就去准备。白明，小的在。快去为朕收拾行装。陛下明日要与皇后一起出宫镇嫔。朕答应过皇后，要与她一起到未封足之地镇嫔，让天下百姓同享和乐，同沐皇恩。还有备酒，今晚与皇后共宴。诺。皇后，方才皇上的进士已经回禀，说皇上去了披香殿，又没交代何时回来。皇后还要一直等下去吗？再等等吧。诺。
要不是遇见袁叔，还不知道你腹痛难睡。幸好义父找到陛下，若没有陛下守护，臣妾肯定过不了这关。没事的，放心，有朕在。臣妾好怕，求陛下别走。朕不会走的。走吧，回去预备明早出发镇平。诺。快把米粮发放给民众。启禀夫人，平阳公主到访。公主，李夫人有身孕，勿需多礼。谢公主。恭喜李夫人身怀龙翼。多谢公主。公主与大将军新婚燕尔，在外游玩的日子可惬意。多谢李夫人关心。本公主在进宫之前，一切都安好。夫人腹中孩子可安好啊？孩子很好，只是我偶尔会头晕做梦。不过想到孩子在腹中渐渐长大，我就满足了。公主要不要摸摸孩子？既然李夫人说身子不适，我就更不敢触碰了。要是有什么闪失的话，我会被人诬陷有损龙胎平安。公主何出此言啊？本公主一回长安，就听到皇后谋害龙翼的传言。入了宫，此等诬陷之词，更是甚嚣尘上。公主明鉴，这恐怕不是诬陷之词，而是事实。我也没有想过，皇后忌我得宠，以致生了狠心。忌你得宠，可不是。你如今这一身以罗珠履，真可谓华美耀眼，气势非凡。你可还记得是如何得来这今日风光？当然记得。当日若不是公主提拔，将我引荐给皇上，我怎得今日盛宠？公主的知遇之恩，我没齿难忘。当日我见你美貌出众，能歌善舞，又谦厚知礼，才给你机会。既然你记得，就该安分守己，不要一朝得宠就目中无人，妄存野心。冤枉啊！我不负公主叮嘱，好好伺候皇上。只不过得宠，引来皇后妒忌逼害，求公主明察。就凭你几句话，就可以重伤皇后吗？皇后贤德之名，非一朝一夕而得，更非你三言两语可毁。你要知道，你所面对的一个是皇后，一个是皇上的亲姐姐，一个是统领天下兵马的大司马大将军。凭你一个小小歌姬，竟敢兴风作浪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皇后不也是公主府中歌姬出身？对于公主与魏家之间的传言，我也知晓不少。如果我将公主刚才所言禀告皇上，公主手揽前庭后宫，图为谋权，公主以为皇上会如何处置呢？你尽管去告诉皇上，我有何惧？你可知道，皇上欲册立太子之时，并非问朝廷文武，而是问站在你眼前的平阳公主。我即使如你所言手揽前庭后宫，那也是皇上对我这个姐姐的信任。你不要以为身怀龙翼就可以任意妄为。以前有个王夫人，甚得君心，又诞下皇子。
当日风光宠爱比你更盛，如今他的下场，你不妨可以去打听一下。本公主既然能捧你上天，也可以随时把你踩在脚下。你自己好自为之。相思入魂飞哭，明月寒烟仍孤独。蝶舞花，卷飞舞，几番相思却念念虚度。能风月几回圆，孤灯寒夜愁难眠。花无主，孤飞燕，几度缠绵，何时再相见？我的心只有你懂，哭泣难走鸳鸯梦。谁的心事在作弄？轻言别离，却难重逢。真是人心难测。这还没过多久，那李靖就判若两人。当时真不该带他进府，还让他御前单独献计。当日你有你的苦衷，何况今日的状况也是始料未及的。可这件事，我始终责无旁贷。与其懊悔，不如让我们齐心合力来守护姐姐。其实，贤妻能为姐姐挺身而出，为父的已经是很感动了。苗正，这树才会长直，我不能让它长歪。以后就让我们一起围着红豆杉浇水施肥，等花开之时，共赏美景。好，我就许你10年花约。那10年之后，这红豆杉开花结果，我再与你一起收获果实。种下更多的红豆杉，用此生此世，静观山花烂漫。还有这俊逸，也要你好好照顾，让他子孙繁衍，生生不息。好，我答应你，10年之后，我与你牵着俊逸和他的孩子，漫步在这片红豆杉中。10年花月，不许悔。绝不悔约。花憔悴，苦酒都是泪，别再让最爱的人伤悲。是我情愿。我们回去吧。别拿了。不要害怕，站在我身后。
亲。卫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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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卫青。什么？大将军这次遇刺，奋战而伤及心脉，这几日情况已是越来越坏了。这说过一定要治好大将军。臣等已想尽所有办法，可大将军毕竟征战多年，已积下不少旧患内伤，这次新病旧患一并复发，他恐怕坚持不下去了。朕不能失去大将军，加派御医，直到治好为止。否则就不要再来见朕。诺。你说刺客全是常年周转于长安和西域之间的胡商？是，且都是士族出身，常对大汉有不满之言。只是刺客全部被杀，尚未查出是否有同党或背后主谋。继续查。最近还要留心边防，以防外敌先发制人。诺。陛下，去寝县的人向皇后报讯没有？皇后何时能到长安？信使在寝县，没见到皇后。什么？信使到寝县，镇平大队仍在给民众派发米粮，但皇后与段中尉带着小队人转去了平阳县。他们怎么突然去了平阳县？也没有派人来禀告朕。信使已经快马加鞭去禀告皇后了。你再多派人马去追皇后，务必要她速回到长安。诺。拜驾大将军府。诺。此事必有蹊跷。到寝县报讯的人明明说，皇后墓坟被水冲塌，但方才发现坟墓无恙，连看坟的人也称不曾派人来报。偏偏此时弟弟遇刺，那究竟是谁？是谁要陷子父于如此绝境？一定要回去，一定要马上回去。皇后，目前根本走不了，回城的桥梁因山势坍塌而断。桥断了可走山路啊！山路狭窄，仅单程可行，马车根本无法通过。外加现在暴雨不断，走山路实在太危险了。子父曾经孤身一人，走过横尸遍野的山头，如今也不怕走着风雨交加的山道。段大哥，我一定要赶回去。卫青定在垂危之中，否则皇上不会一招再招。我一定要尽快回去见卫青，求段大哥帮帮我。卫青是我兄弟，我何尝不想马上见到他？但是，我现在更要顾及你的安危。我的安危？多少年来，卫青都是处处护我，出生入死，从未想过自己的安危。如今弟弟危在旦夕，我怎能只顾一己之安，置他于不顾？他做的一切就是保你平安，所以你更不能出事。从小，我与卫青以相伴照顾，我每次痛苦无助，每次身陷险境，他都舍身相护。而如今，他重病在我，生死未卜，他现在最需要我，我这个做姐姐的，岂能不在他身边？手足情深，岂是这疾风暴雨可以阻挡的？这些时日在外，我常常梦到他。昨夜我还在梦中见到，我与他回到童年，他为我抓鱼，我帮他补鞋，同甘共苦，相扶相持，一切那么美好。可如今，我知道他一定在等我，一定很想见到我。上天既然赐给了我这么个同甘共苦的弟弟，他也会让我们一起共度此关。段大哥，我明白，你见不到卫青，比身陷风雨还痛苦，那我们就冒一次险，我护你单骑奔回去，
即刻出发。你好好养病，外敌暂没有任何意图，你不用担心，朕一定会为你报仇。谢陛下。卫青，你连千军万马都尽踏于脚下，也定能渡过此劫。你要振作。臣这一生，所有功名为帝所赐，感激陛下提拔上士，与臣机会。陛下赐予臣一如伯乐相马，实际不得伯乐，安得千里之足？这一切皆是你该得。你浴血沙场，纵横大漠，为朕立下靖边攘夷的赫赫功劳。谢陛下信任。如若陛下顾念臣曾为汉室立下战功，可否允臣一试？你有何要求，朕都必答应你。你尽管说。臣这一生尝尽人生百味，一时无欲无求。如今只有一忧，就是臣的姐姐。有朕照顾，你无需担忧。陛下，前听风云诡谲，后宫莫不如是。臣担心有朝一日，姐姐为人所害。朕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。姐姐一生心系陛下，其心日月可见。可沧海桑田，变幻无常。若能以臣的汗马功劳换陛下一诺，你说，无论今后发生任何事情，请陛下念在臣的毕生功绩，保姐姐余生安稳，一生无虞。好，朕答应你。谢陛下。你坚持住，你姐姐一定会回来见你的。苍天哪！你已经带走了我的乖女儿，难道还要带走我的贤婿吗？你要带就带我走吧，我这把老骨头，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。姐姐，大将军一生戎马，保卫家园，苍天一定会保佑英豪，让他度过这一难关的。人生在世，重要的是不枉此生，其他的不需要牵挂。我知道你会照顾3个孩子，如今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放心不下的是姐姐。我答应你，只要我在，谁也动不了子父。要伤子父，就先杀平阳。对不起，公主，卫青不能践行承诺，与公主服食年华月了。幸福与否，不在岁月长短，与你携手的时光，即使是须臾，我永世难忘。我卫青从一介马奴到统领千军万马的大将军，总算对得起父母，对得起哥哥姐姐。在我最后的日子里，
相伴，此生足矣。如若能让我再见姐姐最后一面，我便此生无憾。你一定可以见到姐姐，一定可以。苍天在上，望能怜悯子父卫青姐弟情深，祝子父早日赶回，见卫青一面，让他们姐弟无憾诀别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回来了。到哪里了？已经过了新丰，很快就可以入城了。赶回来就好。参见皇后。参见皇后。姐姐回来了。卫青，姐姐回来了。你不是答应过姐姐吗？你不是答应过吗？在天下太平之时，会安享这半生征战回来的福乐。弟弟，你醒醒啊！你起身看看姐姐。姐姐回来了，你答应过姐姐，我们姐弟要先来共聚，细说小时的种种苦乐嘛。卫青，如今你有良妻，有孝子，有我们小时做梦也不敢想的一切，你怎么舍得唯诺而去？姐姐还有好多话要跟你说，你是上天给姐姐的最大恩赐。姐姐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有你这个好弟弟。姐姐以你为荣，你安心的去吧。卫青一生戎马，7战7捷，战功足可彪炳千古。朕要将卫青厚葬于茂陵的另一边，让卫青与霍去病一左一右，今后常伴在朕的身边。全军将士，彼此大将军府列队，
之茂陵，齐齐送别大将军的灵柩。臣遵旨，臣定将一切办之妥当。卫青不仅是朕的干城大将，更是朕亲如手足的家人，定要为大将军风光大葬。朕定会亲临他的小殓和大殓，让他生前身后尽享荣耀。臣替卫青谢陛下隆恩。你先下去办吧。诺。等等，陛下有何吩咐？子父、姐姐，你们要小心身子，丧事朕自会处理，你们放心休息吧。多谢弟弟关心。我与皇后相陪，开解劝慰，心神已平静了不少。陛下，臣妾想多留一日陪姐姐，请陛下恩准臣妾明日再回宫。就依皇后的意思办吧。姐姐与卫青夫妻情深，朕会于卫青的大殓之期，作福当心，以谢他巩固江山，所建功勋，以表万世。作福当心。作为臣子，卫青得陛下以手安心，用此至高仪节告别，是他莫大荣耀。谢陛下如此厚待，这是他应得的。丧礼一切事务，朕已交代段宏操持，你们可与他再做参详。臣定当竭力筹办，让魏大将军尽享哀荣。请陛下、皇后、公主放心。有段大哥悉心打理卫青葬礼，子父一定放心。陛下，陛下，皇后回来了。到哪里了？已经过了新丰，很快就可以入城了。赶回来就好。参见陛下。不用多礼了。谢陛下。谢陛下。陛下因魏大将军的离世而烦忧，臣妾特备了安神去郁的汤羹，让陛下舒怀解乏。好，辛苦了。请陛下收拾心情，才能好好劝慰皇后啊。陛下失去重臣大将，可皇后失去的是骨肉相连的亲弟弟啊！唉，这最后一面竟没能见上，皇后肯定悲痛不已，实在是天意弄人啊！要不是皇后突然绕道回故里，如今就不会追悔莫及。明明是去请献镇平，中途怎会与段中尉离队返乡呢？也幸好有段中尉从旁保护，否则雨天赶路遇到什么不测，陛下该多担心啊！不要再说了。臣妾是说错什么话了吗？请陛下恕罪。可能是朕多想。